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富山海播出量破10亿，程毅的哭戏一触即发。程毅主演的富山海是武侠剧，有人称是新派武侠剧的崛起，估计是现代年轻人眼中的武侠剧，不仅形式表现新颖，而且重新解读了侠义二字。程毅在该剧饰演3个角色：武侠小说作者萧明明、侠肝义胆的萧秋水、卧薪尝胆的李晨舟等。从开播到现在，播出量已经高达10亿，看来程毅主演的电视剧拥有强大的粉丝群体，也深受观众的喜爱。一部剧决定的虽然不是演员，是导演和整个团队，但主演仍然是吸引观众的关键。程毅的表演吸引很多观众，所以才有这非常不错的成绩。剧情进入了虐心的阶段，父母双亡，凶手竟然是二哥萧开燕，这让萧秋水崩溃至极。他不知道怎么办，他还能怎么办？父母双亡的时候，萧秋水没有非常痛苦，而是隐忍，因为他想知道父母是被谁害死的。在这个答案没有出现前，萧秋水的情绪略稳定，他是在克制。一个人面对失去生命的父母，萧秋水才伤心落泪，因为他不想被人看到自己的软弱和伤心，他想成为别人的依靠。他是坚强和勇敢的，更是正义和刚烈的。萧秋水是一个英雄，更是一个侠士，所以他不会像其他普通男人一样哭天喊的，情绪彻底释放，所以他的表现是隐忍的，因为他的情绪还没有来到，直到杀死父母的凶手才是他情绪的释放。萧秋水猜到了凶手是二哥萧开燕，估计是因为嫉妒，萧开燕杀死双亲，目的就是叛逆。这部剧也是别出心裁，亲情的背叛符合情理，也容易带来情绪的喷发，更是引发共情，让大家看到兄弟反目的大戏。因为名利，亲情割裂，萧开燕成了罪人。程毅的表演是一个逐步递进的情绪剥离，他从猜疑到确认，他想从二哥口中听到实情。这个时候的萧秋水已经很失望，很悲伤，眼泪在打滚。他直视着二哥，他想得到否定的答案，但事实并非如此。让他失望的就是萧开燕父母双亡，这是个惨烈的现实。萧秋水万万没有想到，家中出了反贼，而且是二哥，这个真的让人无法相信，更无法肯定，但事实就是事实。萧秋水的情绪随着真相的慢慢浮出水面，他崩溃的表现也愈发真实可信。他很愤怒，很痛苦，很受伤，他迫使自己不要相信这一切是真的，但他不能自欺欺人，因为残酷的真相已经浮出水面。萧秋水的表情说明他的情绪在爆发，在一点点的炸裂。他很痛苦，因为他不敢相信萧开燕是杀死父母的凶手。萧秋水的表现是可信的，更是真实的，也是悲痛的。程毅完全融入角色中，父母双亡的时候，他没有大哭，是因为他想知道答案。现在知道了，他无法再镇定自如，所以他朝着二哥悲痛喊叫，因为他杀死了父母。亲情的撕裂、对抗和残杀都是惨烈的，令人悲痛的，更是令人失望的。萧秋水想要这一切不是真实都难，因为的确是真实的，他无法掩饰自己的情绪，他要爆发出来，他要喊出来，他已经控制不了自己，他更是无法相信竟然是亲儿子弑父，这是家门不幸，更是江湖笑话。其实萧秋水生气的不是外界的看法，而是他想不通亲儿子会害死自己的父母，这是多么残忍的一件事。我们没有看到演员，而是真的相信这是萧秋水的内心戏，是萧秋水的悲伤和痛苦，是他的眼泪，是他对哥哥的痛恨和失望。过去武侠故事中，情仇是很常见的表现手法，而这次改编温瑞安的武侠小说，
突破的是用穿越来把揭开仇恨的伤疤。这次是亲情的打击，很巨大，很受伤。萧秋水面对萧开燕，他整个人都不好了，失去了理智和冷静，爆发出沉积的愤怒和忧伤。心爱的父母失去生命，竟然是亲儿子所为，这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无法接受的，因为只有丧心病狂的人才会做出如此大逆不道的事。该剧播出第32集，掀起了小高潮，父母双亡的背后凶手浮出水面，惊掉了很多观众的眼镜，因为凶手是萧开燕。接下来的剧集播出也是更值得关注，因为萧秋水要替父母惩罚萧开燕，这个也是暴虐，戏剧冲突冲破天花板了。富山海热度破10亿，诚意哭戏炸裂，侠义与亲情的双重撕裂。自开播以来，诚意主演的武侠剧《富山海》一路高歌猛进，短短时间内播放量突破10亿，成为2025年古装武侠剧市场最受关注的作品之一。不同于传统武侠剧以快意恩仇、刀光剑影为主的表现方式，《富山海》在保留武侠基因的同时，以现代叙事手法重新解读了侠义二字，将人性、亲情、背叛、信念交织在一起，既有热血厮杀的江湖，又有令人泪目的家族悲剧。其中，诚意饰演的萧秋水在第32集迎来情绪爆发点，父母惨遭二哥萧开燕毒手，亲情崩塌，血脉反目。这场戏不仅成为全剧转折的核心，更凭借诚意细腻而克制的表演，引发观众的强烈共鸣。诚意的哭戏也再次证明了他在情感递进上的表演功力，观众仿佛看见了一个真实存在的侠士在亲情与正义之间痛苦挣扎。新派武侠的突破，侠义不再是单一的热血。传统武侠剧往往强调快意恩仇，侠客出手，行走江湖，替天行道。但富山海在温瑞安小说的基础上进行了重新改编，加入了穿越视角的叙事方式。诚意在剧中一人分饰三角，既是书写江湖的武侠小说作者萧明明，也是坚毅果敢的萧秋水，更是忍辱负重的李晨舟。这种设定打破了观众对单一角色的固有认知，使得武侠世界更具层次和代入感。尤其在萧秋水的身上，侠义不再仅仅是替天行道、扶弱济贫的外化行为，而是一种夹杂了亲情与责任的复杂情感。他既是江湖中仗剑天涯的少年侠士，也是一个背负家仇血泪的儿子。当二哥萧开燕成为弑父弑母的罪人时，侠义与亲情的撕裂让这个人物彻底立体化。观众不再只是看一个武林高手的恩怨，而是看一个真实的人在血缘与道义间痛苦抉择。诚意哭戏的层次感，从隐忍到爆发的递进。诚意的哭戏一直备受好评，他善于在情绪递进中控制分寸，不是单纯的嚎啕大哭，而是让观众看到哭的过程与背后的心境。萧秋水父母遇害的戏份，就是典型的克制压抑爆发的表演范本。初闻噩耗，冷静与隐忍。当父母骤然离世，萧秋水没有立刻情绪失控，而是选择压抑。他的眼神沉着，言语平稳，仿佛用理智强行按住内心的剧烈波动。观众能感受到那份刺骨的痛苦，却被硬生生压进了胸腔。这正是人物想要撑起全局的状态。逐渐逼近真相，眼泪打转。当怀疑渐渐落到二哥萧开燕身上，萧秋水的情绪开始松动。他直视兄长的眼睛，眼神中充满了复杂的渴望，希望得到一个否定的答案。但泪水已经在眼眶打转，那种不敢相信却又不得不面对的情绪极具张力。真相揭晓，痛彻心扉的崩溃。当萧开燕亲口承认弑亲，萧秋水彻底崩溃。他的怒吼、哭喊并非无序的嘶吼，而是带着刺痛观众心脏的真实感。诚意用眼神的赤红、面部的扭曲以及声线的破裂，表现了理智崩塌的瞬间。
观众仿佛置身其中，感受到他从心口撕裂般的痛苦。这种逐步递进的表演方式，使得哭戏不流于表面，而是层层深入，让观众的情绪与角色紧紧相连。当泪水终于涌出时，那种爆发带来的冲击力比单纯嚎啕要强烈100倍。亲情反目的震撼，观众为何共情？武侠故事中，兄弟反目、亲情背叛并不罕见，但傅山海的特别之处在于弑亲的残酷性。观众震惊于二哥萧开燕的选择，更为萧秋水的无助与痛苦心碎。背叛来自至亲，如果敌人是外人，恨意可以转化为复仇的动力；但当仇人来自最亲近的家人，仇与情的交织让人无处宣泄。萧秋水既愤怒又不舍，既想惩罚又无法割舍，这种内心的撕裂极易引发观众代入，情理与现实的对撞。萧开燕的动机被归结为嫉妒与权欲，这种设定并非荒唐，而是揭开了人性中最阴暗的一面。亲情在权力与欲望面前被碾碎，残酷却真实。观众在感叹人心难测的同时，也被这种现实感深深震撼。家门之耻与江湖之痛。对于萧秋水而言，二哥的背叛不仅仅是父母的死亡，更是家族的蒙羞。他的愤怒夹杂着对江湖流言的恐惧，但更深层的是对亲情彻底破碎的绝望。这种家门不幸的悲剧色彩，使得剧情更具史诗般的厚重感。诚意融入角色，观众看见的是真实的萧秋水。一场好的哭戏，不在于演员流了多少眼泪，而在于能否让观众忘记演员，相信角色是真实存在的。诚意的表演做到了这一点。当他直面二哥的背叛，观众看不到诚意本人，而是看到一个血肉丰满的萧秋水。他的眼泪不是技巧，而是角色心境的自然流露。他的悲痛不是设计，而是来自角色生命体验的沉淀。这种无痕式表演，让观众完全沉浸在剧情中。很多弹幕和评论都说，这是萧秋水的痛，不是诚意的演。这无疑是对演员最高的肯定。剧情小高潮，引爆后续期待。第32集的剧情被认为是傅山海至今最炸裂的转折点。随着凶手身份的揭晓，故事正式进入复仇与惩罚的新阶段。萧秋水将如何面对二哥？他是选择手刃仇人，还是陷入情感拉扯？这无疑成为推动观众继续追剧的重要动力。同时，随着情感张力的全面爆发，傅山海也展现出超越传统武侠的戏剧冲突。复仇与亲情，萧秋水必须在手足与正义之间做出抉择。江湖与家门，个人恩怨与江湖秩序将发生激烈碰撞。侠义与人性，萧秋水的选择将决定他是否能真正成为一个侠。这种冲突感正是傅山海能够引发观众热议、持续发酵的关键。诚意的表演撑起武侠剧的新格局。傅山海破10亿播放量，不仅是诚意粉丝基础的体现，更是剧情张力与演员表演共同作用的结果。诚意用克制、细腻、真实的表演，让观众记住了一个有血有肉的萧秋水。他的哭戏不是廉价的煽情，而是人物命运的自然流露。正是这种真挚的投入，让观众为之动容，甚至泪目。可以说，傅山海在这一刻不仅仅是一部武侠剧，而是一部关乎亲情、背叛与人性的悲剧史诗。诚意也凭借这场撕心裂肺的哭戏，再次证明了他在新派武侠剧中的不可替代性。未来的剧情中，萧秋水如何面对亲情裂痕，如何走向复仇与救赎，将成为观众持续关注的焦点。而这一切的起点，正是诚意用哭戏点燃的痛苦火焰。